年一度的数码春晚又来了哦。本来还幻想着这一次的苹果发布会会不会有点超出想象的东西，结果全场发布会印象最深刻的也就一个手势，甚至结束的时候，工作室的小伙伴都不太敢相信啊，居然就这样结束了。熬都熬夜了，简单和大家总结一下这次的苹果发布会的内容吧。反正最后 iPhone 15、15 Pro Max 我肯定是要抢回来做个视频的。这次苹果的发布会不出意料的发布了新一代的 Apple Watch S9，不出意料的用上了新一代的 S9 Zip 芯片，不出意料的出了新的粉色配色。但比较意外的是 ，S9 的屏幕峰值亮度提升到了2000尼特，和上一代相比直接一个翻倍，和之前的 Ultra 是一个水平。然后这代 Ultra 2直接到了3000尼特。有一说一啊，像手表这种产品，亮度确实不嫌高。然后就是把之前的隔空手势给优化了一下，只要拇指和食指捏捏就可以接电话、关闹钟、播放音乐，甚至是控制拍照。从侧面应该能说明这代的识别精度更高啦。不过我自己看完，这些功能绝大多数意义不大。最吸引我的功能，也就是加入了 UWB 芯片，为工作室最能跑的 Rango 带了个 AirTag。本来我以为终于手表也能直接找猫猫了，然后仔细看了一下，好像这个查找功能啊，只有支持2代超宽带技术芯片的手机才能实现。翻译成人话就是仅限 iPhone 15系列和 Apple Watch 9。哈。那所以说有啥用啊？就那连接距离，除非是800米大屏层，不然放个声音还是能听得见的。然后今年的 iPhone 15果然和大家猜测的一样，不但全系都成功登岛，而且还都用上了极为先进的华为。不过虽然都是 Type C， 但只有高贵的 Pro 系列才能用上 USB 3，能有10GB 每秒的速度。至于基础款 USB 2.0 凑合一下就好了。先来看看标准版的 iPhone， 有种升级很大，但其实没有什么升级的感觉。芯片用的是14 Pro 的 A16，众望所归，上了 USB-C， 但2.0速度，但慢充，还有万年不变的60赫兹的屏幕。基本上所有的升级都集中在了外观上面，什么换个灵动岛啦，边框拉个弧度啦，理论上可以让你换手机的时候觉得这钱买到了点东西。其他真正有意义的升级其实就是影像部分了，从去年的1200万的主摄升级到了4800万，而且这次的4800万像素甚至直接弯道超车14 Pro 的那一刻，甚至用了15 Pro 同款算法。Pro 系列呢，也如网传的那样给整上了钛合金，你可知道钛合金的握时都得6000多起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质感真的实在是太帅了。然后看到没有，静音切换按钮没了，变成了一个自定义按键了，真的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你觉得换按键你会喜欢吗？其他 Pro 系列的内在升级也确实更 Pro 了一点，影像系统3个全变，尤其是它的那颗长焦，结构设计的相当诡异。虽然很难说这玩意儿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里的前望，但确确实实是一颗实打实的5倍长焦镜头。而且长焦的传感器不只是像之前那样可以上下左右移动防抖，甚至还可以前后移动，真正的3维移动。不过这个前后移动的功能，我猜测可能是辅助自动对焦用的，防抖效果能整出啥样的活，我选择相信苹果的软件实力。主摄那也是妥妥的大升级，首先像素还是4800万，但传感器是换了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算法终于有大升级了。它会通过一张4800万像素的照片，再加上一张4合1的1200万像素的照片，一起算出来一个2400万像素的照片，理论上可以得到又清晰又纯净的照片。甚至我可以说，这是现在所有手机里面第一个真正利用上4800万实力的手机。不过这个功能其实基础版的 iPhone 15也有，超广角意思一下升级了一个防眩光，不过防不防得住，不如听听 iPhone 机主们说，行不行？芯片这边，苹果直接给 A17 后面加了个 Pro， 据说是 A17 Pro 用的3纳米产能还不是特别足，或许会有某些不那么 Pro 的版本，而且还给整上了光线追踪。虽然说隔壁高通和联发科早就用上了，但平时日常使用真没多少感知。我在看苹果前面演示的时候也觉得就这，但后来放出游戏画面之后，给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就很难想象在手机上面能有这样的画面表现效果。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不知道实际上手之后还会不会有这么好的体验，或者说我现在打个原神都得降亮度。那么最后就这 iPhone 的全系售价来聊聊我的感受哈。这代的15呢，还是中规中矩的例行升级，而且以我这么多年的苹果使用经验来看，换个新 iPhone 该卡卡，该闪退闪退。如果是从11代之后的机子往上换，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，所以你就看看灵动岛、新的外观是不是你想要的，拍照或许会有提升。不过我不觉得会比13、14这些机子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有一点比 Pro 好，这次的15标准版反而保留了静音切换按钮，要好好珍惜，这是最后一代的解压神器了。15 Pro 和 Pro Max 呢，苹果说的就很好，这是有史以来最 Pro 的 iPhone， 各种各样的外在、内在变化，应该还是能感受到不少区别的，价格也非常 Pro 就对了。
今年 Apple Watch 和 iPhone 都是9月15号预售，22号正式发售。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，只要手速够快，基本上都可以在22号当天拿到手机，甚至还能比线下自提更快。去年工作室就有小伙伴辛辛苦苦早起跑到线下去自提，结果让快递送货的小伙伴机器都换完了，他还在店门口排队呢。所以想要在朋友圈遥遥领先的小伙伴，可以试试快递到家。那么 OK，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等我过几天拿到机器了再见，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。